嗨，各位好。那本次的影片呢，继续讲解了机床仿真的设定。那前面我们有讲到呢，就是如何做这个机床的树状结构图，那以及赋予呢每个机床的轴向的一个行程运动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说怎么把这个机床放到呢 NX 环境里面，并且呢把它调用出来。那调用出来之后呢，最主要是使用刀轨的方式来驱动机床来做个仿真。那如果影片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，也帮忙呢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开启一个档案。那我们呢来看一下呢，如何来调用呢 NX 内建的机床。那我们进来之后呢，会在加工的环境。那我们这边呢点选了这个机床视图，我们切换到机床视图。那这边我们点选了这个 Geometric Underline Machine，那它会跳出一个呢，就是呢，调用机床的视窗。那我们点选呢，调用机床视窗的这个图示。那我们选择 Mini， 那这边呢就可以看得到它有很多 NX 内建的机床。那我们这边选用一台这个 SIN08， 然后下底线这个，那我们按下确定。这个时候就会跳出一个零件安装的视窗。那放置的话呢，我的习惯是呢使用零件安装连结。那工件的话呢，它会自动去抓取。好，那好了之后我们可以按下确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看得到呢 NX 内建的机床就被调用出来。这个资讯呢视窗就可以关掉。那我们呢调用出来之后呢，这个调用机床视窗呢一定要按下确定，它才可以完整的调用出来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机床模拟。那我们先切换到呢这个程式顺序的，然后我们点选这个 Program File， 点选这个 Program， 那我们点选这个机床模拟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是用根据刀轨去做仿真。那接下来我们点选下一个块。那你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机床它已经呢有一个倾斜角度。那我们点选播放。可是这个时候机床在做仿真的时候，我们是看不到这个旋转的运动。那原因的话呢，是因为我们是根据刀轨来驱动这个模拟机床，那我们只能看得到呢这个数字，就是呢这个 C 轴一直有不断的一个做旋转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可以将它调用出来，所以呢我们就要呢知道就是说怎么把我们内建好的机床，我们要呢把它放到 NX 的这个环境底下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荧幕上的这个。那我们前面的影片有讲解如果说有不了解的，可以回去看之前的影片是如何操作的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先将我们这个机床放置在这个 Graph 的资料夹底下。那我们将它复制。接下来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说，我们放到这个对应的这个资料夹的底下。Install Underline Machine。这个资料夹其实放在哪里都可以，只是呢，因为NX 帮我们写好了一个环境，所以放在这个底下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快速的复制贴上，会比较方便。那我们这个呢，也可以呢再新增一个资料夹。那新增完资料夹之后呢，我们给一个资料夹的名称。那我们就统一呢叫做 CS1 Training Model。那我们呢把这个新资料夹重新命名为 CS1 Training Model， 把这个 Graph 的资料夹放到这个CS1 Training Model 资料夹底下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要找到这个路径窗口的连接，那我们要把文字放进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 Machine 有个 ASCII，那底下有个 Machine Underline Database 点 DAT 的副档名，那建议可以先复制一份下来，如果改错了还可以还原回去。那我们这边呢是使用 Notepad Plus 的 App 来做一个编辑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里面有很多个文字叙述那我们这边的话，主要是在这个 New Machine Tool OOPT。那我们呢，在 Post Config 这边呢，我们按下 Enter 做一个区隔出来。那我们一样选用这个 SIN08 这一台。其实选哪个文字其实都可以啦。只是说呢，我们就是挑这一台。你要选用可能 SIN01 的也 OK。好，那接下来改的话就比较重要一点第一个这个 data 这条不能删除，只要删除掉的话呢，调用机床就会坏掉，这样子。
哦，那接下来这个名称呢，可以自己的任意的去更改。哦，比方说呢，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模型的这个底下。好，那我们改这个名称 CSE Training Model。好，我们把它贴上去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也不能乱改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呢，你可以自己改一个名称。哦，比方说呢，一样是改这个 Training Model，然后它是 BC TT。哦，然后呢，它是用这个 ToolPaste 去做仿真的。啊，它是用 ToolPaste 去做一个仿真。哦，接下来换后面这边的话，哦，这一排文字呢，是我们后期会讲到如何去调用，就是 G code 跟 M code 的方式去做仿真。那这地方呢，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更改。哦，我们就先不理会它。接下来是这个地方，哦，我们呢一样贴上，因为这个是要调用我机床模型，所以这个地方我要改到正确的一个路径。那接下来的话，这个名称就是改总主力件的名称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哦，就将它改完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底下的话，哈，我们就是呢，把我们的这个建制好的机床模型，好，我们放到这个 Machine Tool 里面，哦，Install Machine 里面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改这个路径窗口，都建立完成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第3个重点就是我们一定要重新开 NX 的视窗，哦，因为只有开新的 NX 的视窗，它才会把我们刚刚所改的这些资料重新的载入进来，哦，所以这地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好，那我们开启完之后，对不对哈？我们一样呢，哦，来把刚刚的档案重新载入进来。好，那一样哦，在加工环境里面，我们选择这个机床视图，那我们选择这个 Geometric Underline Machine，点击2下，然后一样哦，选择从库中调用机器的图示，那选择 Mini， 这时候就会看得到这边有个 CSE Training Model， 有没有？然后后面也有在我们叙述哦，它是 BC 轴 Table， 然后是用 ToolPaste 去做模拟。好，之后我们点选确定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零件也都会自动选取。好，然后我们按下确定。那这个资讯视窗可以关掉了，然后接下来这个视窗要按下确定，才会真的有读进来。这个地方哦，可以补充说明一下，为什么它会自动去选取这个零件。哦，我们在这个机床导览器这边，哦，我们呢可以把树状结构图展开。那我们树状结构图这边啊，我们有指定一个 part。哦 ，part 这个地方我们有打勾，那这个有打勾的情况之下，对不对哈？它就会去连接到工序导览器里面的几何视图，几何视图里面的 workpiece 里面的这个 part。哦，那同样的，如果说你有设定呢，里面的 workpiece，哦，它也会自动去抓取。哦，那这个都是属于对应我们前面所讲的，哦，它会去对应到你的这些相关连接的设定。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呢？可以呢去看一下前面的影片的解说。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工序导览器，那我们切换到这个程式顺序，哦，然后点选这个 Program， 然后我们点选这个机床模拟，然后一样呢是根据这个导轨仿真，哦，那我们点选下一个块，哦，下一个动作，哦，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B 轴45度，C 轴90，那我们模拟速度放慢一点，选择3，然后按下播放。这时候就会看得到机器呢7轴哦，从900负90到负180哦，它就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仿真的一个过程。那如果这时候我们切换到这个机床程式模拟的话，对不对哈？那有可能它不会让你成功哦，因为呢我们指定的这个资料夹不完整哦，所以呢它会呢再回过头来就是使用根据导轨的仿真。那至少我们已经先完成把机床调用进来，而且呢也做完这个树状结构图，然后可以把导轨第一点的预设的下导点的位置把它预测出来。好，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有关呢本期影片的这个讲解解说。那如果影片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，也请麻烦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者是说操作上面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在下方处留言，谢谢。